男的又是谁啊？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他啊。你可能在警察局见过面。警察局？他是个刑警。刑事侦查局？你是那里的探员是吧？李伟豪，欢迎，欢迎。没有想到我的妹妹会带个警探上来这里啊。李警官是吧？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游艇啊！哦，李警官，我要报警。这几艘游艇啊，里面都进行着不法的勾当。可惜啦，这里没有你这个刑警的用武之地，因为这里是公海。每艘船里头的客户都是我的超级贵宾。 有王族、将军、政要、商业大亨、IT 新贵，他们每个都来到我这里享受美酒跟女人，当然还有最刺激的。你们两个到对面的游艇去招待我们的 VIP。我的每一艘游艇 都有贵宾厅，想赌什么就玩什么，而且我们不收现金，我们收的是比特币 （cryptocurrency）， 加密货币啊，真的是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，摸不着看不到，却又很真实的存在。为什么你们抓赌、抓贪污腐败的人，一定要看到现金，一定要看到银行交易？因为法庭是讲证据的。 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我精心的为这些超级贵宾打造一个舒适的环境，就是希望他们尽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他们能给我的，是连你们都想象不到的回报。当然呢，他们只在各自的领域给你一些方便，那你就收获多多了。这就是我可怕又聪明的妹妹，李警官，你要小心了。 以后不管你做什么事，都逃不过他的法眼，所以我都不打自招，从实招来。你们两个现在关系到什么阶段呢？你说，我只见过莫小姐一面，今天来找她是有事情想要请教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已经是亲密的关系了。很有可能啊，我对他蛮有兴趣的。哦，那我得把她当成 未来的妹夫招待 ，Suzanne， 李警官，你跟 Suzanne 好好的 enjoy，OK？ 我跟我的妹妹还有家务事要谈。我的学敏妹妹。 对你非常失望。爸要卖夜店的决定，我是收到了律师信之后才知道。Daddy 的意思是一切走法律程序。那个老头虽然中了风，可是脑袋还是很清醒嘛。想怎样？ 临死之前把两边都分得清清楚楚、彻彻底底。Daddy 说了，卖了夜店之后，你跟大妈该拿的钱一分不少都会给你们的。我跟你讲过了，老头那点资产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只是我那可怜又可悲的妈，她不是这么想。她可怜是因为她只爱一个男人。 可是那个男人根本就不爱她，她可悲是因为，她明明知道她赢不过一个女人，却还是要跟她争。你知道我说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哈，上一代的事，我们插不了手。相信我，如果可以，我绝对不想插手。老头旗下有5间店，其中2家。 马赫没有感情。老头子开第一家夜店的时候，在那里认识我妈。他说那些夜店
他都特别有感情，绝不允许他们落入到外人手里。如果他那么不舍得，他可以买我跟爹地的股份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，可是他说，店他要，钱1分也不会给。我告诉他，妈，你想要赚钱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太多更容易、更轻松的方式了。我搞土地投资，我搞黄金投资，我搞网上赌场，有哪一样不比那几间破夜店赚钱？而且出了事，还有人能当替死鬼。人为财死，自古以来不都是这样？凡事都要有代价的嘛。所以你也会付出代价。我知道，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嘛。人生就是要起起伏伏，惊涛骇浪，那才叫做刺激嘛。所以那几间破夜店，不然你教教我吧。你教我该怎么做。Richard 哥哥，我什么都不懂，让你来教教我吧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公海吗？因为公海是一个谁也管不着的地方。如果你在这里杀掉一个人，是最干净利落的。Richard 哥哥，你有做过这样的事吗？当然没有，骗你的嘛。我就算要这么做，也是在那个死老头面前。我想他应该是觉得，只有这样，那个老头才知道失去心爱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。爹地已经这样了，你们还不放过他 ？No， 是爸不放过妈，妈不放过我。夜店一间都不准卖给别人，不然无法保证我所说的事不会发生。李志伟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龙母，水凉了，快点起来喝。为什么你不理我？为什么？你说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这辈子不理我，也是应该的。说什么？人梅，我错了。我错了。原来你在说李正举啊！刘母，醒醒！哇，这么降烫了！刘母，你快喝水，快喝水！真美，是我错了，我应该是听你的话的。真美。不要再说了。阿妈说，发烧了就要盖到密密实实的。如果出一身汗呢，就没事；没有出汗，就大件事啊。
兄弟啊，只是过了几天，你怎么老了那么多啊？我常常听人说啊，度日如年啊，真的像我们现在这样啊。我们的日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到现在我还有点不相信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？又是杀人，又是逃亡，感觉很像在拍电视剧。只是这个不是演戏，要不然我们就发达啊。你是第一男主角，我是第二男主角，明年可能还会拿奖。六木，你也太冲动了，你不应该杀死剑士。虽然他做了很多该死的事，可是你应该让天收他。如果当时你记得老大的那句话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沦落到这里了。哎呀，讲这些干嘛？过去的事又不能八竿不顺。不过如果我们可以重来的话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帮老大打工，帮人家搬家。你就做你 supervisor， 我负责开车。我转错边，你就提醒我。我们不要再走上什么金色大道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就像现在，每分每秒都在怕警察随时来敲门呢。谁？啊，我是住在隔壁的房客啊。什么事？啊，我在那走廊捡到一顶帽子，是不是你们掉的？刘木叫我要小心他，他会不会骗我，想要看清楚我们的样子？哎，那我放在门外了啊。
来，站起来！你别跟我输啊！你这种紧张这种梦，又不是正式的比赛。我紧张我钱包啊，这是考试啊！如果他废的话，我要继续给奖学金的。你放心，他如果这次留级，下一次我包。早说。笑声渐渐远离，当清晰成回忆，还追溯，还温习曾经的点点滴滴。你是否已放得下？是否还惦记着？爱过的，伤过的，在乎的那一刻。 最爱的东阳，哇，还不是为了吃你啊！一定要吃这个猪脚，很脆了。真的假的啊？你们两个家伙亏我把你们当成兄弟，我现在连猪脚跟冬苗酥都不如啊！哇，好吃好吃！你真的以为我们是飞过来看你的？还不是你吹牛，说什么有很重要的比赛，还有很盛大的那个毕业典礼，哪有啊？我不这样说，你们会飞过来看我们？ 哎，不过真是啊，眼相整个都变得不一样。你现在的穿着啊，现在人家什么身份啊？啊，这行的大老板呢？什么大老板？只是卖二手车的啦，哪里比得过他？进口的啊，进口车，新的。我六木，你发达啊？兄弟，6个月呢可以翻天覆地的。说没错，人家说人无横财不发，这种事情。 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啊，千志！7月半要到，你最好买一些元宝蜡烛，祭拜那个阿龙。什么东西啦？我只是提醒他而已嘛，我怕阿龙死不瞑目。他叫做死有余辜。哎，死有余辜你听过吗？我知道，是该死的意思啊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那么多年，我还他的钱。 比当初借的多出来几10倍、几百倍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有错吗？对不起啊，我随便说说而已。有些话呢可以随便说，有些话随便还是不随便也不可以说，知道吗？会惹事的。我只是提醒一下呀。可是死了2个人呢。还说。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黄金条跟你说话哑巴啦！你会叫我不要说话？现在可以说了。我当然要快马加鞭了。你们都当老板了，我回去我要当老板，我要开泰拳馆，你们会支持我对不对？嗯，这些东西真的很好吃啊。嗯，要不要多点一点啊？多一个煎蛋，还有 mango sticky rice。哎，我在跟你们说话，我开泰拳馆，你们会支持我吗？很好的，好，马上吧。哎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我跟你们说话，你们会不会支持我开泰拳馆？我都跟你说了嘛，把他忘记了，上一辈子欠你的。对啊，还特地飞过来泰国找他。啊，
还说不是来找我的啊？哎，来，为了我们的泰拳馆，我们干杯！我们啊，干杯！这给我，来，玩这么大，干啊！干啦！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哎。 小美有没有问起我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吗？你打电话给他，发简讯给他，他没听也没回。我看呢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他呀，他已经什么？他已经什么？我说了，他已经什么？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骗我对吗？啊，你们一定是骗我的，你每次都这样，要捉弄我，要刺激我。我来之前我已经跟小美说了，等我回去，我要娶她做我老婆。虽然她说我才没有像你一样神经，可是我知道她心里是开心的。那个男的叫阿福，他很喜欢喝小美的咖啡。谁不喜欢喝小美咖啡？你也是很喜欢喝小美咖啡啊。你这边还跟我说小美对他印象不错，说他很风趣。那个阿福大概40多岁。你这美说小美对他印象不错，你就说小美喜欢他。哎，印象不错跟喜欢是两码事哈。喜欢一个人是不是先要对他印象不错啊？他做什么？人家是当导演的，他在电视台当导演拍电视剧的。他就是去那里喝咖啡的时候爱上了小美的咖啡，之后每一天开工之前啊，够了够了，你给我讲讲多什么？等我回去当大老板，我还会输给一个小导演叫什么阿福啊？谢谢你。记得，漂亮。等下去吃个东西好吗？好啊，你想要吃什么？这也是很好吃啊。暂停。这么巧啊，在这里遇到你，你们认识啊？是啊，建志 ，Patrick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么巧啊，你也来泰国？我跟六木一起来找金条。郑婷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我刚刚看到有人在偷拍你们两个。你说什么？偷拍我们？哎，其实我也不敢确定。可是我刚刚走过这家店，就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拿着相机往里面拍。我就在想，他到底在拍什么？结果就看到郑婷。他们还在等我，
我先走了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啊？他可能是在拍珠宝呢。我担心是我老婆派个侦探来，他也没走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怕的话，就回去吧，回去找你老婆。爹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回去处理好事情的。OK。笑声渐渐远离，当清晰成回忆，还珍惜，还温习曾经的点点滴滴。你是否已放得下？是否还惦记着？哭过的、笑过的、在乎的每一刻。六木啊！ 在暴风雨之中继续往前冲，不管多难多苦多痛，坚持着所有梦想，张开手翱翔天空。我们都跌过错过，绝不退缩，指引你的那只兄弟有我。多年后回过头，这一份情人温暖如昨。 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来啊！剪刀石头布，是，多一次机会，一次机会啊！好啊，准备好啊！剪刀石头布，自己选吧。不用选了，来最大的，开始吧。 哇，很好吃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那，吃，啊，吃吧 ，Cheers。哦，你们短短半年全部变得很厉害哎。一直不错嘛，现在是泰拳高手。当然啊，这么跌啊？搞不定。哎呦，你去哪里啊？不要管他，整天神不守舍，感觉很像在等这个电话这样。Hello。现在啊，可以啊，我安排一下。OK， 那一会儿见。不一样啊。不一样。算了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车行的，突然来泰国，想找我见一面，我先去找他。又要溜啊？真的有点奇怪啊。我还有多一招哎。
郑婷，来啦，坐啊。谢谢你过来陪我喝酒，一个人喝酒太闷了。你朋友呢？你说有人在拍我们，他吓坏了。于是他的老婆找人监视我们，马上飞回新加坡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没事啦，反正损失的人是他，他送了我一条1万多块钱的项链，什么都没做就溜了。他是谁啊？我老板，一间律师楼的合伙人。我有听六木讲过，你现在在律师楼上班。嗯。建志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贱？我怎么可能会这么想？我之前想尽办法吸引富家少爷，现在又和有妇之夫在一起。爱情本来就是没有对和错的，每个人都有追求他们想要的目标和权利。我知道我很拜金，我贪图他们的财富和地位，可是我也真的是喜欢他们的。我相信他们也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是吗？像你这样的女孩，很难叫人不喜欢。你只是运气不好，每次都碰到不对的人。建志，我跟你说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啊，只有我姐还有佳慧知道。就是你把我送去医院的那一次。你可以去问问别的车行，这个价钱真的很不错了。我还可以让你开到新车来为止。回去好好。我很喜欢，你帮我处理吧。喂，我是何建志。谁啊？建志。好好好，叫他打电话给我，拜拜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么巧。真的很巧，我来看车。你要买车啊？我哪里有钱买车？我最近和朋友一起合作买卖二手车。今天有一个车主，他想旧车换新车，我就来这里帮他报个价咯。你呢？来试车。哇，原来买新车的人是你啊！阿德本来是想要买一辆跑车给我的，可是他说我的个性太野，不放心，所以就换一辆房车给我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宝贝，我试了，我很喜欢啊，很舒服，性能又好。
吃晚餐啊？好啊。你妈见我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需要准备的吗？小路还开这样快？暂停！暂停！暂停！快点醒醒！暂停！醒醒！快点！快点！暂停！嘿，好。暂停！醒醒！暂停！醒醒啊！暂停！暂停！啊！我流产了，这就是对方想要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那场车祸是有人故意设计的？嗯。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还有谁？就是那个不想要我跟阿德在一起，不想我把孩子生下来的人干的。那你有报警吗？报警有什么用啊？无凭无据的。我就不相信阿德不知道是谁干的。他当然知道啊，不过他选择逃避。后来听说跟那个富家女去了美国读书，他换了手机号码，关闭了社交平台。他根本就不想要我联络他。唉，他就是个混蛋。这种人，还是赶快忘了吧。不然还能怎样呢？后来我当了律师助理，还跟自己的老板在一起了。佳慧说过，她曾经有想过要当一个坏女孩。我呢，想都不用想，天生就是一个坏女孩，又贱又烂。你不要这样想自己。在我心中，你永远都是个好女孩。我是一个好女孩。我知道现实是很残酷的，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、漂亮。女人的美貌就像彩虹，一下子就会过的。我要利用我的美貌来达到我的目的。我那么现实，那么功利，你还说我是一个好女孩？现实有什么错？人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你不想一辈子泡咖啡，我也不想一辈子卖沙爹。我们只是在努力改变命运。所以你也是一个现实的人。我们都一样啊。那我就是好女人，你就是好男人。来吧，好男人，好女人，干杯！干杯！我的头！快点，快点！哇！啊！怎么喝那么多啊？小心啊！
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男人不要走，过来。你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是，我喜欢你。可是你并不喜欢我。我喜欢你啊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跟你交朋友？不一样的，不是这种喜欢。有什么关系呢？朋友也是可以上床的，不是吗？不可以，上了床就不是朋友。你会瞧不起我，在你面前，我永远都抬不起头，就像跟佳慧一样。佳慧，在他喝醉的时候，那次以后，他就看不起我。我知道，他是打从心里鄙视我。我们之后也做不成朋友了。振廷，我知道，我可能永远都得不到你，可是我更害怕失去你。这个朋友，你早点休息。跟着他。